影之实力者新一集太好笑了，暗野大人竟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这一波只能说是自作自受了呀。本来他的假钞计划进行得无比顺利，大商会联盟已经几乎破产，三超商会也差不多快了。阿尔法还沉浸在被暗影大人抛弃的悲伤中，不去想着凭借聪明才智力挽狂澜，天天搁家里自闭呢，嘴里一直嘀咕着他已经不需要我了。伽马过来汇报大商会联盟在不断崩溃，强行关闭店铺，让市民们的不安也达到了高潮。他们三超自然也受到了影响，大商会联盟的银行关闭，市民们只能涌向三超的银行要求兑换，要不了几天他们也会跟着信用崩溃。伽马还在那里想方设法的挽救，阿尔法却表示不用了，因为让假币流通的人正是他们最敬爱的暗影大人，他们被他舍弃了。伽马不敢置信，可事实就摆在眼前。阿尔法认为是他们辜负了暗影大人的期待，他们没达到他的领域，所以暗影大人已经对他们的能力不抱希望了。听完这番话，伽马也跟着破防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部下过来报告搜集到的情报，月丹果然是迪亚波罗斯教团的先锋。这人为了击溃三超商会，还制定了让假币流通的计划。伽马一听就又行了，肯定是暗眼大人在他们忙于经济战争的时候察觉到了这一点，就单枪匹马跑去给他们找场子了。阿尔法也隐约抓住了什么关键性的东西，已知教团制定了假币流通计划，以及教团还没有开始流通假币，可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假币了，而这一状况是暗影大人一手造成的。他改名换姓舍弃他们，赶在教团之前让假币流通，他的目的是……阿尔法还没说完，贝塔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西德上次留下来的笔记，笔记已经被贝塔解读出来了。看到纸上的文字，阿尔法瞬间热泪盈眶，果然他刚刚想的是对的，暗影大人并没有抛弃他们。上面是暗影大人留给他们的话，表示自己为了一个计划要舍弃他们和现在的名字，用新的身份跟合作者制造假币，回收的金币就囤放在大家曾经救出姐姐的那个设施里。他们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从一开始暗影大人就为他们安排好了后路，只要搬走这些金币，就能让三超商会死而复生。暗影大人看穿了教团的阴谋，又反过来利用了这个计划，抢在教团之前回收了大量资金，还可以帮三超商会克服信用崩溃。最后受伤的就只有大商会联盟了。阿尔法瞬间恢复了对暗影大人的信任，暗影大人都没有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。反正阿尔法他们三人坚信一切都在暗影大人的计划之中，隐藏身份只是为了不暴露他和暗影花园以及三超的关系，但是贴心的把金库的位置给他们标记了下来。阿尔法当即派人前去回收金币。不过那德尔塔呢？恢复了自信的阿尔法表示不用担心，随后看向不远处的窗口，果然德尔塔鬼鬼祟祟冒了个头。伽马和贝塔立刻抱了上去，德尔塔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他们知道德尔塔肯定是被暗影大人安排了秘密任务，也不逼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最后四姐妹紧紧相拥，和和美美。然而此时的暗影大人却开始破防崩溃了。今天雪女告诉他，自己和他合作不是为了钱，只是为了向月丹复仇。回收的那些金币他可以全部拿走，可等他干完活开开心心去仓库拿钱的时候，却发现里面已经是空空如也。这时雪女的两个侍女匆匆过来，说联系不上雪女了，担心她被月丹给害了。一听到月丹，暗影大人恍然大悟，悲极而笑。他已经逐渐理解了一切，是月丹，肯定是月丹干的。这误会可大发了。大发雷霆的约翰史密斯立刻去找月丹算账。与此同时，月丹得知假币事件的幕后黑手就是他前女友雪女。就在这时，月丹突然察觉到了雪女的气息，立刻让会长停下马车。两人从白天打到了晚上，最终月丹不及金毛九尾的雪女，败了之后大破防，非得让前女友把他回收的那些钱给他，这样他就能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了。虽然月丹是雪女的杀母仇人，但是看在过去他曾救过他和他们村子的份上，他愿意留这人一命。说完后就转身离去。没想到绝望的月丹扔了和雪女的定情信物，就吞了颗药，下一秒体内瞬间涌出强大力量。雪女听到声音，刚转过身就被对方挥刀砍中。月丹俨然又回到了多年前那一天的嗜血模样。
甚至后悔当初没能直接杀了雪女，嘴里还在嘀咕着如果不去争夺就会被掠夺，然后再次挥刀想彻底杀了雪女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约翰史密斯赶到，一拳就将他重重击飞出去。这可是饱含暗影大人恨意的拳头。等岳丹站起来，他又闪现过去，仅靠手臂就挡住了他的剑，表示自己是来拿回重要的东西的。他说的自然是误以为被岳丹拿走的钱，却被岳丹误以为他要带走雪女。作为雪女的前男友，他绝不允许。于是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两个人展开了激烈搏斗，打得天地都为之震颤。当然，岳丹还是打不过我们暗影大人的，在雪女面前被打飞了出去。带着极强压迫力的约翰史密斯缓缓走来，岳丹又掏出了他的大力丸，刚倒进嘴里就被暗影大人一脚踹上正脸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惹怒暗影大人的下场。岳丹再无力反击，暗影大人揪住他的领子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。可岳丹真没啥想说的呀。结果他不说，暗影大人就一拳砸了下来。就这样一拳接着一拳，后面干脆都不再问了。岳丹被打得满脸是血，彻底绝望。这不讲道理的力量让他想起了当年从他这里掠夺了一切的人，他多么希望自己也有这么强的力量呀！这样的话，他就能保护心爱的人了。终于，岳丹再也支撑不住，临死前最挂念的就是前女友雪女。他的手颤颤巍巍抬起，指了指雪女，告诉暗影大人，就托付给你了，重要的。可惜暗影大人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，他以为岳丹是把金币埋在了那棵树下，起身就往回走。没想到虚弱的雪女投怀送抱，暗影大人就顺势帮她治疗了一下伤口。这温暖的力量让雪女想起了曾经救过自己的人。看来暗影大人的后宫又要喜加一了。一切结束后，雪女回到了无法都市，暗影大人则扛起铁锹准备挖宝。而雪女在那个地下仓库遇到了阿尔法，阿尔法知道雪女是暗影大人的合作伙伴，表示他们已经把该回收的东西都回收了，还给了他一封在岳丹房间发现的信，告诉他岳丹是被迪亚波罗斯教团教唆的，他们暗影花园一直在与教团战斗。三超商会就是暗影花园的前端企业，雪女也已经知道约翰史密斯就是暗影大人。原来他绕这么一大圈就是为了确立三超商会的绝对地位。现在三超商会拿出那么多金币，瞬间就挽回了口碑，还让市民们更加信任他们了。阿尔法还邀请雪女加入他们，双方握手确立了合作关系。而我们可怜的暗影大人还在苦哈哈挖雪呢，一个人挖效率不高，把最好骗的德尔塔也忽悠了过来，不知道挖了几天，啥也没挖出来。暗影大人还趁这段时间好好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行为，最终确定逃避可耻但有用，所以他要暂时跑路一段时间，来一趟寻找自我之旅。等到冬天过去再回来，若无其事跟大家见面，就不用跟大家道歉了。说完后扔下铁锹离开，殊不知他才刚走，德尔塔就真的挖出来了某个东西。